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——存款。最近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又抛出了一个惊人预测，他认为2025年全球可能会面临一场金融风暴。如果这个预测成真，那我们现在手上的一些东西价值可能会大幅下跌。如果你现在手头有些存款，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要注意了，有6样东西在未来下半年你最好先不要碰。马斯克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做出正确的选择远比盲目努力来得重要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仔细想想，它的深度确实让人佩服。想想看，方向就像我们人生的指南针，而努力只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引擎。如果方向错了，你越努力，可能就离目标越远，最后一切都白费。这几年，世界的变化真的太快了。黄金价格一路上涨，比特币更是节节攀升，突破了10万美元大关。但与此同时，很多人发现自己的薪水不涨反跌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。那些拼命工作的人，不管是自己做生意还是当上班族，越努力似乎越焦虑，对未来也失去了信心。很多人想改变现状，但感觉就像被困在泥沼里，动弹不得。然而，也有一群人，他们悄悄地实现了财富的增长，轻松购置资产，让财富不断增值。他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，关键就在于选对了方向。这个世界从来不是绝对公平的，但它有一套明确的游戏规则。方向错了，再多的努力都可能白费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聊那些看似稳赚不赔，但其实已经埋下贬值陷阱的东西。避开这些地雷，或许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1、现金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现金总是最安全的资产之一。把钱存在银行，看似万无一失，但现实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。就拿2024年来说，黄金价格涨幅惊人，直接翻了1倍，比特币也毫不逊色，屡创新高。那些曾经不看好比特币的人，现在估计都后悔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目前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竟然是美国政府，其次是其他一些国家。他们通过查封非法所得、拍卖等方式积累了大量比特币，而且还在积极推进自己的数字货币研发。这些大玩家早就看穿了市场规则，并开始提前布局。比如，自2020年以来，美联储就大肆印钞，新增货币达到4万亿美元。可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？普通人的工资几乎没什么起色，反倒是生活成本不断上升。新增的货币大多流入了资产市场，房地产、黄金和虚拟货币成了资金的聚集地。而那些老老实实把钱存在银行的人，反而成了最大的输家。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去炒黄金或买比特币，而是希望大家重新思考一下，到底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负债。像是豪车、奢华装修的房子，没有实际用途的名牌包包和手表，这些在经济变局面前都是不断贬值的东西，不值得我们投入大笔资金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能抗通胀、能保值甚至还能增值的资产，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研究和投入的方向。到了2025年，现金贬值的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，货币的购买力正在不断下滑。你把钱存进银行，看似安全，其实就像手抓细沙，一点点从指缝中流走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去年你把1万美元存在银行，1年后利息是500美元。表面上看，你似乎赚了点利息，可你再想想，去年1万美元可以买800碗河粉，而现在即使加上利息，最多也只能买500碗。那少掉的300碗，正是被通货膨胀吞噬掉的。光靠努力工作，现在已经很难跑赢货币贬值的速度了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，那些看起来不太努力的人，只要早早选对了投资方向，反而比拼命加班的人更快实现财务增长。这就是现实。
如果你还紧紧攥着现金不放，只会让自己的财富在无声无息中流失。2. 汽车。再来看看汽车市场。如果论什么东西贬值速度最快，汽车肯定榜上有名。不少人可能计划明年换车或者买车，但这笔投资现在真的要三思了。全球汽车市场的价格正处于全面下滑的状态，就连一些以保值著称的二手车，比如丰田凯美瑞、本田飞度，价格也不再坚挺，一路下探。这背后的主要推手正是电动车的快速崛起。过去，人们买车一部分是为了代步，但更多的是为了撑场面。开着一辆豪华汽车出门，总能吸引不少目光。有钱人开着宾利、法拉利，更是身份的象征。可现在，电动车带来的环保、智能和科技感，已经成了新时代的标签。年轻人开着一台价格亲民却功能强大的电动车出门，不但不掉价，反而更有面子。这种趋势直接冲击了传统燃油车的身份价值，使得不少品牌汽车价格大幅滑落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电动车价格是否还会继续往下跌？这就不得不提苹果公司曾经秘密推动的泰坦计划。10年前，苹果投入大量资源研发电动车项目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终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发现，未来电动车会像手机一样，价格越来越亲民。对于注重高利润率的苹果来说，电动车注定难以获得高额利润，甚至可能会亏本。电动车降价的关键原因之一，就是电池成本的大幅下滑。电动车一半的成本来自电池，而电池的核心原料碳酸锂，其价格在短短2年内，竟然从每吨8万美元暴跌至1万美元。这意味着电动车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降低到原来的1/8，价格自然也就越来越亲民。未来，电动车将普及到像智能手机一样的程度。说到底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时代。如果你还一味相信传统观念，把钱投入到贬值资产上，未来恐怕只会越来越吃力。相反，避开那些看似光鲜却不断缩水的陷阱，及早寻找能抵御经济风暴的稳健资产，才是应对2025年变局的关键。曾几何时，汽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，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拥有一辆名车，常常意味着成功、实力和品味。但如今，汽车正在逐步回归它最原始的功能——交通工具。这意味着那些曾经让人引以为傲的品牌光环正在悄悄褪色。既然如此，或许我们就不必再为汽车投入过多资金，而应该把目光投向更具增值潜力的领域。放眼未来，汽车市场最有价值的部分很可能不再是车身本身的硬件，而是隐藏其中的软件系统。以特斯拉为例，它的外观或许和普通车辆差别不大，但其搭载的软件技术足以引领整个行业迈入新纪元。特斯拉的系统是专为未来无人驾驶计程车而设计的，不仅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，还能在电量不足时自行前往充电站充电，真正做到不需要人为干预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为了让自动驾驶技术更加安全和成熟，特斯拉不惜投入高达40亿美元，采购了10万张英伟达晶片，并建立了被称为 Dojo 的超级电脑集群。这些计算设备的存在，就如同给每辆特斯拉配备了一位日夜不休的训练师。当你入睡后，这些电脑便开始模拟各种驾驶情境，为车辆进行深度训练。日积月累之下，汽车的自动驾驶能力将远超人类水平。马斯克曾预言，将来每个晚上，当车主熟睡时，家里的特斯拉或许就会化身计程车，在城市中穿梭赚钱。这样的场景并不是幻想，而是逐渐接近的现实。在这种趋势下，传统汽车的价值将被重新定义。未来，衡量一辆车价值的关键将更多的取决于其软件能力，而不是外观或机械性能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：
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3、学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能看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，学历正在快速贬值。在世界范围内，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发现自己的学历并未带来预期的职业优势。有研究显示，超过一半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。在我们周围，也可以看到许多拥有本科甚至硕士学历的人选择从事送餐、仓储等体力劳动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在送餐行业中，竟然有超过30%从业者拥有大学以上学历。社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对比，一方面，高学历人口激增，大学生、研究生随处可见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却越来越难找到理想工作。这种现实令人感慨万分。过去，考上大学是家庭的大喜事，一张录取通知书能引来亲戚邻里道贺、放鞭炮。那时的大学代表着前途和保障，甚至海外留学回来的人才也能轻松找到好工作，被各大公司抢着聘请。可如今的求职市场早已不同，许多年轻人在面试时发现，面试官并不会特别在意你的学历背景，更不关心你是否从国外名校毕业。更现实的是，一些地方的水电工日薪可以轻松破$100，却很难请到人。反观大学毕业生，却常常陷入求职难的困境。根本原因是学历早已不再稀缺，不再是区分人才的金标准。过去能考上大学是少数人，大学生是稀有资源。如今，只要经济条件允许，取得大学甚至博士学位都不再遥不可及。这也迫使我们反思，是否还要为了孩子那几分考试成绩而让整个家庭鸡飞狗跳？分数再高，如果脱离了时代需求，也未必有实际意义。教育的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变迁。数字经济早已兴起，但学校还在筹备如何开设相关课程。等到课程准备好，人工智慧又成为新热点，学校又得重新调整。这种滞后使得许多学生毕业后才发现，自己所学与职场需求相差甚远。如今，像谷歌、苹果等世界级企业早已不再唯学历论，他们更看重的是你是否有实际能力，是否掌握前沿技能，而不是你是否有大学文凭。在这种趋势下，家长们也需要转变观念，与其盲目为孩子的升学焦虑，不如多了解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，掌握哪些产业真正有潜力，哪些技能更符合未来趋势，才是对子女最大的帮助。否则，盲目追逐文凭反而可能误入歧途。在当前社会，好的家庭背景有时确实比学历更具优势，但真正能让人立足长远的，还是个人的核心能力与适应时代的眼光。4、奢侈品。此外，奢侈品市场的变化也反映出人们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。近年来，一些知名奢侈品牌的销售表现出现明显下滑，曾经引以为傲的高端形象似乎正在被动摇。例如，某国际大牌在第3季度公布业绩后股价大跌，令整个奢侈品市场震动。即便是以往几乎不打折的品牌，也不得不开始在欧洲悄悄降价促销。像巴宝莉甚至将热门款手提包调降了 22% 的价格，普拉达等品牌也纷纷在电商平台上推出优惠活动。连一向高冷的香奈儿也开始以更亲民的方式接触消费者。表面上看，这或许是受经济环境影响，但深层原因其实在于消费者心理的转变，尤其是年轻一代。他们不再热衷于用大 logo 的包包或名表来彰显身份，他们更倾向于低调优雅的生活方式，讲究品质而不是品牌的炫耀。他们所追求的低调奢华是一种内敛的自我表达，而不是外在的张扬。这种趋势也标志着奢侈品羞耻时代的到来。人们依然欣赏高品质，
但不再愿意通过奢侈消费来博取认同。上一代人经历过贫困，因此对物质的追求更为强烈，而现在的新生代从小生活无忧，天然对品牌没有依赖感，他们更愿意通过独特的兴趣和生活方式来体现自我，比如挑战极限运动、参加艺术展览、从事公益活动、收藏设计师小众作品。这些方式比炫耀名牌更具个性，也更真实。因此，奢侈品的未来必须发生改变，否则就可能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抛弃。奢侈不再等于高调与显摆，而是能否满足人们内心深处对独特美感与价值的追求，这才是品牌真正的长远之道。5、传统工作岗位。现如今，许多朋友也许还没意识到，自己手上的工作其实正面临着价值下滑的风险，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时代发展的速度太快，某些行业的岗位正在被科技取代。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变化，我们一步步看着人工智慧从科幻走进现实。如今，它已经不仅是辅助工具，而是开始成为参与者，甚至替代者。有点像传说中女娲造人，如今人类仿佛反过来在亲手培养一个全新的智能物种。虽然说不一定会全面取代人类的工作，但有些岗位的逐步消失已经成为可以预见的趋势。最明显的例子是客服行业，这个行业已经悄悄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现在许多线上客服其实已经不是人，而是基于人工智慧的自动化聊天机器人。有时候我们聊得热火朝天，对方其实并非真人。就连像亚马逊这样的大企业，也早就通过自动化仓储，大幅度降低了对人工的依赖。来到2025年，回头看看近几年的发展节奏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工智慧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，影响着各行各业。网络上我们刷到的新闻图片，甚至搞笑贴图和段子，许多其实早已由人工智慧生成。娱乐产业只是冰山一角，人工智慧在医疗、教育、法律等领域的进展同样惊人。有预测说，今年将是人工智慧真正实现大规模突破的一年。就拿 OpenAI 这家公司来说，他们的估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元，并签下了对赌协议，承诺要尽快从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盈利企业。这背后意味着他们会投入更大的资源去研发更新更强的技术。外界盛传他们即将推出的 GPT-5 智能模型或将在年内亮相，一旦问世，很可能会掀起一场全新的产业革命。与此同时，不仅软件领域在飞速成长，硬件方面也不甘示弱。像 Meta 新发布的全息显示眼镜，外形看起来像普通眼镜，但功能强大的惊人。他们推出的某款眼镜在上市初期就被消费者抢购一空，展现出市场对这种新科技的强烈兴趣。软件与硬件的同步进步，未来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变化，现在谁也无法断言。但从历史经验来看，像当年的工业革命，虽然颠覆了传统产业，却也创造了大量新职业。因此，与其恐惧工作被抢走，不如积极适应时代，学习如何与人工智慧共处，甚至利用它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6、传统小生意。然而，不只是打工族感到焦虑，小型生意的经营者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许多朋友年轻时曾梦想开间温馨的小咖啡店、奶茶铺，幻想着坐在店里听音乐、看书，顺便把钱赚了。但现实是一波又一波的店铺倒闭潮正在席卷各地。我认识一位做门店设备回收的朋友，他告诉我，他以前是靠门店倒闭时低价收设备，再高价转卖给新店主赚钱的。但现在倒闭的店实在太多了，他的仓库已经快被堆满，卖不出去的设备反而成了负担。这种现象其实正真实反映出目前传统生意的困境。过去开店选址是王道，只要租下人流量高的位置，基本就能做出营收。但现在人们的消费习惯已经大幅改变，不再需要特地出门购物。
许多人买东西会直接在电商平台上下单，喝咖啡也习惯用外送服务送到家门口。这种趋势让实体门市的客源严重流失，租金却依然高得惊人，经营压力与日俱增。面对现实，光是感叹时代变了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我们必须主动去寻找新的客源，研究新的流量获取方式，否则生意很难维持。看看拼多多的例子，在海外市场，靠着像亿万富翁一样购物的口号火速崛起，吸引了大量外国买家。外国消费者惊讶于商品的低价，而平台上的卖家则纷纷抱怨利润太薄。尽管如此，仍有大批商家不断加入，因为他们看到了流量就是机会。拼多多的崛起说明商品利润空间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压缩，这也意味着传统零售模式已经必须彻底革新。如果你还完全依赖店面自然进客或坐等平台给流量，那么你就容易陷入被动。现在要想做得长久，必须跳出老旧的经营思维，从更广的角度去看待流量、客户和市场结构的变化。全球趋势也正在提醒我们，像比特币、人工智慧这些新兴领域，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创造财富神话的舞台。尤其是美国政界一些人物重新上台后，开始大力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，为全球带来了新的信号。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剧烈变化，没有哪个行业永远吃香，也没有一种模式能永远适用。唯有不断学习，勇于尝试，才可能走在浪潮前头。我们不再处于一个靠体力就能过活的年代，而是一个得靠自身智慧、视野和行动力去赢得未来的时代。与其苦守过去，不如着眼于未来的可能性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能为您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，也祝大家在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机会。你对马斯克的预测有什么看法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